我们来看一下 verbal 的状况哈。你看，因为 verbal 状况比较复杂，所以我这边就写了比较多的资讯。OK，好，来，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直接跳来看这个地方，先跟大家提醒一下，不要去管它的数值，去看的是它的趋势。好，我们一样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是，在前面的题目的波动会稍微大，OK，到后面呢就会大概到第8题左右，波动会开始稳定。所以在这边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啦，考试策略里面前面8题左右，也就是前面1/3左右，尽量不要用到修改的功能。哦，不要，应该说不要用，不要说想说先扣着，之后再回来修改。就算回来修改，分数会帮你加回来，但是呢，难度的调整已经造成，你后面就会站在2分线上，而不是站在3分线上。OK，好，所以呢，我会建议是说，前面的题目最好是可以一道题加半分钟，比如说一道题 CR 如果是2分钟，可以让前面的 CR 做到2分半钟。好，一道的 RC 如果是6到8分钟，可以让前面的 RC 最多可以做到7到9分钟。OK，好，这个地方还是要稍微重视，但是也不能放太多啦，因为你如果放太多，后面没有题目写完，它会按比例来扣分。好，如果你没有写完后惩罚分，它会直接去用比例扣，那比例的扣法就会比这个更严重了。哦，像你看最后这边是微调嘛，但如果你有一条题没有写完的话，它的比例扣法是直接去扣掉。比如说你20题里面有一题没写，就扣到1/20的分数，这个没写完的扣分会比这个更严重。OK，好，对，所以呢，我会建议是这样子，我会建议是这位同学啊，应该说所有的同学在前面1到8题的时候，每一道题目可以多加半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思考，尽量不要想着说什么好像先把它扣着，然后回来再去重新修改，因为这边的波动会比较大。虽然你回来重新修改有可能会改对，可是就是他就已经把你推回2分线了。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伤害就已经造成了，对不对？对吧？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说，那这边多花出来的时间要哪里补偿回来呢？就是中后段的部分，如果你觉得有一些题目明显就是超过你能力范围之外的，其实通常我们考生不会在最后一刻才发现啊。你在最后一直做那么多时间，真是硬熬了。你自己心里面都知道这道题你处理不了了，对不对？很多题目是这样子，你心里面就知道这道题目就已经卡住了，你到最后就只是在硬熬而已。好，所以在中段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中间就已经卡住的话，你可以直接把你比较没有把握的题目直接先暂时切断。就像我只做了1分钟、1分半钟，如果我1分钟、1分半钟就已经发现这道题目就是会卡住了，你就不用再硬撑到2分、2分半，你就当下先选一个答案，把它保留起来。就算你做错了，它对整个分数的这个波动暂时不会很大，除非你是连续做错。OK，这个时候整个考试前面1/31到8题，因为波动比较大，所以呢，尽量争取一次就做对。我们可以适度的让每一道题目多加半分钟的时间，来确保我们的稳定度。OK，好，中段这个地方，如果顺利的话，前面如果已经顺利表现很不错的话，中段理论上来讲应该会进入3分线。好，这是我们说篮球场上3分线。这个时候呢，题目难是必然的。OK，好，那如果你做到一半发现这个题目真的无法承受，你就主动放弃，主动所以选一个答案，然后把它保留住。为什么？因为你前面多花了很多时间，对不对？对，前面每一题多花了半分钟，8题这样加起来也多花了4分钟的时间。你这边需要省回来一点时间，为什么？因为你最后不能没做完题。如果最后没做完题目的话，就不是微调了，它的扣分是真的是直接用比例来扣。好，那个至少都会是5%起跳的，会对你的伤害是最大的这样子。所以中间适度的放弃一些你比较没有把握的题目，来节省时间，让你最后能够好好的做完这样子。OK，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同学的状况哦。好，这个同学被给的难度有点特色哈。第一个，一道题做对之后呢，他做到了高难度的题目，高难度的地方连续有做对。好，那这个地方很好玩哦。好，其实在前面这半段的高难度的题目表现相当的好，对不对？好，但是呢，最后这个地方明明难度相对较低，你看这边的平均给他的难度。好，我们先不要管那个数字，我们就看那个相对位置就好，因为我们刚刚讲数字会有误差嘛，对不对？好，后面这边给他的难度相对于前面较低，但是呢，他的表现却很明显是一路往下滑，是有错比较多的，对不对？对吧？好，前面是对的比较多，后面是错的比较多，这样子。OK，有看到这个地方，好，这个会导致你整体的分数会被额外的扣掉。为什么这样讲？我给你看另外一个投影片，来，这个叫做正常的表现，正常表现叫做难的题目做错，简单的题目做对。好，那这个时候系统可以很精确的去估计你的能力大概在这个附近，对不对？好，什么叫异常的表现？好，分数跟你难度的相关系数是负的，
难的题目做对，反而简单的题目做错。这个时候系统是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了。有可能是你真的是，有可能是你难的题目靠作弊，也有可能是你这是靠不正当的做题或猜题之类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分数往下压，或者是你就算做对了，也不会去计算到你的分数里面去。OK，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形，就有一些高难度的，有一些中难，就是难度没有像3之前那么高的题目，结果呢错的反而比较多，那就是不够稳定的地方。我们来看后面主要都错什么样的题目哈。我们分别来看，你看被挑战比较多的分别是这个第几题，是第11、12、13，是第13题，还有就是第17题，这两个题目都是难度相较于前面比较低，可是却做错的。第11，应该说看第10，刚刚第几题？17题。第13、第17跟第21题，我们来看到底长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就可以细部的去定位到，好哪一些题目，对不对？好，好，我们回来对照一下这个地方。第13题是做错的，第15题其实是做对，所以第15题应该不能算。好，它第15道题的难度下降，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它的表现是，它刚好选到了信息量比较高的题目。好，所以第13题可以算，第15题不能算。还有就是第21题，其实它也没有做错，所以重点应该是这个地方。重点应该是这个地方的连续做错。OK，好，因为前面的表现明显相对较高，这边能力相对较低的地方却连续做错，所以我们应该看他连续做错的地方。好，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同学一看这边就知道你的 RC 就是超不稳定。好，前面的题目是高难度，对不对？前面的题目给你是高难度，结果后面的题目回到了中难度，回到了难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你的 RC 却几乎是全错，有发现吗？好，所以你看你的 RC 为什么在排名里面还那么低？其实你没有遇到低难度的题目，知道吗？整个考试里面，你就是高或者是中难度，你没有遇到低难度的题目，只是到后面他给你中难度题目的时候，好，你一直做错，好，做错到你只做对，你看这边是全错，这边只做对一题，做错到他根本不知道你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前面的地方难度比较高哦，难度比较高，结果呢，你的 RC 表现我们来看一下，还相对比较好一点哦。这边虽然错2题的，这边是3道题里面是对2题的，好，但是到中后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后段的时候，这边给你2篇 RC，结果你几乎都是做错的，所以他已经完全不知道你能力在什么地方了，因为他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一样，前面这边的 RC 难度比较高，做对的表现比较好，但是后面这边几乎是全错，那他就完全无法去拟合你的能力。OK，好，所以这个时候他的 RC 为什么会认为你的排名是这么低的？是因为他找不到跟你一样的人，你知道吗？真的完全找不到跟你一样的人。好，所以我会认为你的 RC 的情况真的是要回去第一个，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第一个有可能是阅读能力出了问题。我会建议你我如果在中介这里面的话，就会帮你在读书计划里面去多加阅读训练。好，再来的话，就你的阅读需要去重新改这些流程。好，我们就会去从中难度甚至从低难度开始，重新去练习 RC，并且用新的解题流程来去做。OK 哈，好，因为这个地方的 RC 已经是前面这个难度有赛对，可是比它更低的难度却一直做错，导致系统完全测不到你的能力，所以你的 RC 就被压到非常非常低，所以你看它最后被压到超级低。OK，好，这样的概念哈。好，那 CR 部分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个同学的考试其实 CR 只做错了2题。好，我有确定一下，他这个同学是没有改过答案的。好，他没有时间回去改答案的。好，我有去确定，他整个考试只做错了2题哦，分别是第6题，跟分别是第11题，对不对？好，这2题，但你可以观察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各只做错了1题，为什么 Planning Construction 做错了1题，难度还是100%？不是说难度，就是说排名还是100%。好，那为什么 Analysis 做错了1题，排名就在50%左右啊？这个很奇怪，对不对？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前面这边都是在高难度的地方，这边才被打回到中难度的地方去，对不对？对吧？所以在高难度地方做错的题目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地方是测试题，这个 Plan Construction 本来就不算分；另外一种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你遇到了 Plan Construction 本来难度就高到全世界的考试里面没有少于1%的人会做对，所以这道题目它的做错其实对它的分数，对它的这个排名完全没有影响。OK，好，那这个地方呢，CR 已经回到中难度，回到中难度的时候，它这边又做错，所以它的表现就很明显，在中段的地方这样子。好，所以对于这位同学的 CR 的建议会是这样子，把题目分成2种。如果今天是平常练 planning construction 的题目，这是什么题？跟方案相关的逻辑题。
跟解释相关的逻辑题，跟推论相关的，好，还有假设题，这4类题目是在这个分类里面。做这一类的题目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只去练705分以上的题目练习题，或者是高难度的题目就好了。好，只去练这些题目就好。实际上在考试里面，虽然之后被降到中难度，可是这边的题目你都几乎没有做错。你看你最后还连做对，好，而且你看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的速度相对是很快的，所以代表说你的能力是很熟练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只需挑战高难度的题目就可以了。OK，好，但是好，就是这唯一做的这套题，其实应该考试的时候是很难很难的题目或不算分，所以我觉得你的 plan 考试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我会建议你除了做高难度题目之外，这边的题目你可以减少练习的时间，因为你的能力就已经超级强了。OK，好，但是 analysis critic 是要去做非常多题。OK，你的 CR 基本上就是要去补这个漏洞。OK，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analysis 跟 critic 虽然在高难度的地方有做对，可是呢，你的 RC 把整个难度往下压之后了，整个题库回到中难度，结果你意外做出了中难度的 analysis 跟 critic。好，就是你整个题库是 RC 带赛，把你整个题库的难度往下压。好，你在中难度的地方拿到了一道 CR 的 analysis critic，结果意外做错，明明前面高难度的做对，结果中难度意外做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排名就会被大幅的往下掉。OK，好，就会大幅往下掉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会建议，好，平常练习的时候应该要去多去练 analysis 跟 critic 相关的题目。好，这个题目是包括什么？加强、削弱、评估题，还有 boldface 题。好，那当然如果像终结者考生，如果你在考完试之后，你有去，比如说你有去这个就是录说你在考试的时候你遇到的题目的内容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会更精确知道，就会知道说哦，Dustin，我记得我在第2篇阅读结束之后，我有一道 CR 题，这道 CR 题是包 face 题，可是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这个文章里面的逻辑没有很清楚，那我就知道啊，这道题意外做错的事情在包 face，那这样就更好去判断，这样子。OK，好，那所以大家记得哦，以后分析成绩单的时候，不是只有成绩单出来才开始分析，而是你出了考场那一刻，你就要马上去把你的记忆都记录下来。好，哪些题目是有问题的，那些题目在考什么，你实际上是在哪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都要把它全部记忆下来。好，用录音的方式也好，笔记的方式也好，因为这样的时候，专业的人士在分析你成绩单，就可以更知道你的细部问题是什么。这样子，OK，好，Anyway，好，但我会建议你大部分的时间应该要都放在中难度的题目的boldface 题跟加强削弱跟评估题。OK，好，那这个地方反而会建议你练少一点的题目就好，而且只练高难度的题目，这边要练中难度的题目哦。OK，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做个小总结。好，为什么费塔跟百分位差距这么大？因为百分位是跟5年之内的其他考生比，但是 theta 是预先设计的数值。什么叫预先设计的数值？就是我们刚刚这个计分机制里面的这个 ABC 参数算出来的数值。这个 ABC 参数呢，它们的波动会比较慢。好，就是官方的这个参数会是先暂时是固定的，大概会，我不确定他们几年改一次，但是一定不是1、2年改一次，一定可能是3、4年之后才会改一次。OK，好，这个参数的波动会比较慢。好，但是这个百分位的波动是每个月都在更动，为什么？因为它就会一直去更新过去5年之内的回数，这样子。OK，好，所以 theta 这个数值跟百分位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好，原因就是因为什么？第一个，有可能这道题目别的考生做的题表现一样很好啊，就一样会错。好，然后或者是这道题是测试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的 planning construction 错了一道题仍然是满分，但是你的刚刚讲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错了一道题，你的排名需要中等。OK，好，这边是因为那道题可能是测试题，或者是那道题本来就很难，这边是因为那道题本来其实没有很难，那道题其实是中等难度的题目这样子。OK，好，那这是对你的 verbal 的建议。